像他们这种跑西藏的司机是不是很赚钱啊？反正一个月就好的时候5、6万嘛，一个月能赚5、6万。第一次知道川藏线卡车司机的工资那么高，3万多。那3万多，这比上海好多人工资都要高啊！这样的工作你愿意去做吗？一天最少得开16个小时，他们有些开17、18个小时。嘿，突风我要坐卡车，开卡车去拉萨，去拉萨的车。勇敢尝试一下坐卡车从成都全程到拉萨。登机口特26。从上海虹桥到成都天府，再到，然后我们的大货车，它其实说是成都发车的，但是它是在一个非常偏的一个地方，都快到广汉了，非常的远。它这一边建议我坐高铁过去，用时2个小时05分的高铁方案。如果坐公交的话，需要3小时24分。成都青白江。吓尿了！根据约定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叫银柱大厦下面的银梨。这是成都超大规模的冷冻食品集散地。冷藏的大货车就在这里发车我从没见过物流园区这么热闹的。成吨的美食需要人力搬运。其实我们平时点的快递，超市里面的这些冷链，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数量庞大的搬运工，一派忙碌的景象。这里的货物来自全国各地，也发往全国各地。这台红岩是成都到昆明的，主要是云贵川，还有西藏。是这一台山德卡。之前视频已经介绍过了，搭载潍柴14升发动机的善德卡 G7S 牵引车。中国重汽山德卡是不是特别霸气？我们先到后面去看一下它装货的情况走。我们到后面好，都没装啊。不，搞错了。你专业点。牛肉、猪肉、海鲜，还有熟食。小吃馒头。他要那个，他这车要开到拉萨去，这个过去不会坏吗？不会，全是零下10度。开始了。好。冷藏车容积高达30吨，能达到零下16摄氏度。哇，进口牛肉，这个都是往拉萨运的吗？进口牛肉是从上海报关的，国外发货到入关再到拉萨收货，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。那曲蟹掉一波。这一点。这是纳曲蟹的。上次说过一个冷知识，时至今日，进藏物流基本还是靠公路，占比高达90%，所以就靠青藏线一条铁路根本不够，零蛋货运基本是走各条进藏公路。不过这样一个运输模式会呈现一个单向特性，运上去多，送下来少，上去各种进藏物资，下来估计只有矿泉水，大多数情况基本都是空车。所以你能看到在青藏公路上，为了省成本，卡车很多都是叠着下来的。我们车也不例外，基本操作就是成都到拉萨塞满冷冻食品，拉萨回程空跑到敦煌或者哈密，然后去新疆装水果，新疆到成都塞满新鲜水果，塞多满塞到这程度，还塞，再塞，再塞。好了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12点12分，我们出发。牵引挂车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开的车，对驾驶技术要求不是一般的高。这边可以。出发前还要给轮胎打气，什么后轮磨破了？你知道吗？这种车后轮的磨损率远大于前轮。尤其是进藏盘山公路那种原地掉头的发夹弯，简直就是后轮刺客。如果你走318国道，那么全程开到拉萨，后面挂车的12个轮胎估计全部要换。这就是一般情况成都到拉萨重型卡车都会去青海绕，因为走青海玉树绕过去，一路上发夹弯会少很多。好了，2次补胎结束啊，我们开不了啊。风间开始乱糟糟，
青白江走108国道上 G5 京昆高速，转 G4202 绕城高速，再走 G4217 荣昌高速，开了1个小时，前面很摩登的地方大家绝对想不到，这就是盛产豆瓣酱的郫县。 G4217 荣昌高速规划成都到昌都，现在只通车到马尔康，分别由成灌、都汶、汶马3段高速公路组成，现在是成灌高速公路灌县，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。当前坐标都江堰城南，海拔722米，远处你能看到的山，那里就是横断山区。别急，最多10分钟，我们就将进入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。紫坪铺隧道，出隧道就是紫坪铺水库，这是始建于2001年，当时西部大开发10大工程之一。截流岷江而形成的巨大湖面，成为成都饮用水的取水地，真正的雪山融水，这应该就是成都的茶特别好喝的原因吧。紫坪铺之后过龙子洞隧道就是龙溪隧道。还堵得还蛮严重的，国道断道。司机倪师傅说，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条高速公路。其实汶川大地震之前，这条龙溪隧道还差205米就将贯通。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04秒，地动山摇，这条即将竣工的隧道损毁严重。当时经过评估，隧道80%需要拆除重建。抗震救灾的同时，通往灾区的一条条生命线也同步开始兴建。仅仅1年后，2009年的5月12日，都汶高速公路建成通车。再过3年的2012年，采用抗震设计的汶马高速公路也投入使用，这就是脚下这条高速公路的故事。现在我们还在岷江的峡谷里面穿行了，海拔已经到了1152米，半小时后海拔又提升了400米，映秀到汶川。 G417 荣昌高速与213侧模线、317成纳线并行，一同溯岷江而上。师傅，像这个山上，我感觉它还在往下掉东西啊。要啊，很不稳定啊，这东西。这个高速路上都掉了2次，都走的国道。正在路过的地方叫绵思，据说是大禹故里。前方路段有多个应急车道抓拍。你能看到高速公路边气势宏伟的大禹祭坛、绵思文庙、横跨岷江的廊桥以及康阳汶川，欢迎你。过了这个棋盘沟隧道就是汶川县城，这边山上有很多樱桃采摘园，欢迎来这里吃车厘子，不对，大樱桃。当然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是看不到汶川的。高速公路向左，钻山洞，绕城去理县。同时也告别了岷江和213国道，溯岷江支流杂古瑙河继续爬山。这时两边的山势更加险峻，地势复杂，隧道出口全部加装了防落石的金属网。这一段高速公路遍布超长隧道群，为了防止司机疲劳驾驶，隧道里还有彩绘灯光。理县米亚罗镜头寨，我们下高速。太贵了，那你就走下面了。走下道，只敢走下道。但是走下面的话，是不是还要慢上2个小时、2-3个小时？慢得多。3小时，海拔从722变成了3296。这里叫泽国山。你来过？没有，我是刚刚看地图的。这个地方是个景区317国道鹧鸪山隧道。山的那头是梭摩河，我们下山过河，右转走248国道去刷金寺红源方向。监控器一直在提醒，再不休息就要完蛋了。请停车休息20分钟。OK，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59分，这个地方光线特别暗啊，所以我就用车下的这个灯照一下啊。
现在国家规定啊，我们的大货车每行驶4个小时要停驶20分钟，作为一个司机的休息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，就在这里后面的水泥车队估计也是在强制休息。横向距离，以防行人、骑车人滑倒。这不是林湾村老师御用的 BGM 吗？在砂石路面驾驶。强制休息时间，司机师傅抓紧签到今天的安全大学习。20分钟应该有了吧？有啊，外面站久了是真的冷。冷啊！右转路口那个3家寨到沙金寺镇20公里，在沙金寺镇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停车的饭店。我在这一边停一下车，吃个晚饭。宁夏不是甘肃的吗？对川藏卡车司机来说，不按时吃饭才是常态，一天只吃1顿也是基操，这不太好，不利于养生。吃完，满头大汗啊！继续出发。葱爆羊肉下肚，翻过号称长江黄河分水岭的垭口，这里就是红原了。阿坝红原机场就在前面，这就是今晚睡觉的地方了。说野外。好了，我就睡这里了。上去了。好，那么睡觉了，明天再见。起来了，6点38。外温零下9度，车里25度，非常暖和。因为司机师傅自己安装了一个驻车暖风，烧柴油的车辆熄火的时候也能用来取暖。这里日出时间比上海晚1个小时20分。第2天的旅程从红原机场开始，出四川入青海，经过阿坝、九至甘德，达日3次与黄河相遇，最终晚上再次回到四川省，抵达石渠。7点02分到安曲镇南边这个岔路口，直走红原肉二盖，左拐阿坝九支线。去阿坝的这条路是347国道。当前海拔3632米，翻过这座山，前面就是阿坝。虽然也是善德卡，但这位仁兄开得比较慢。挺不棒。这一根根的是导热棒吗？遇到牦牛大迁移了。到阿坝我才见识到什么叫牦牛漫山遍野，成群结队。不仅仅是红原到阿坝，梭摩到红原也是雅克大道，这是他们的天下，得让他们先走。这台奔驰卡车也是纳森瑞邦川藏车队的，刚刚还有一台同款善德卡 G7S 没拍到。8点53分，阿坝，据说主城区不允许大货车过，于是左拐过河绕城。远远眺望格尔登寺，顺路去加油站加尿素。第2天早上9点，现在已经到了阿坝县，找个厕所很高级啊，藏汉英日韩5种文字，厉害了。司机师傅一口气买了3桶尿素，吨。外面绕一圈，穿这个都冷。好了，阿坝发车。9点19分继续行程。阿坝城南这条河叫阿曲，一城对应一河，就像后面索县的索曲，杂多县的杂曲。左转回347国道去果洛方向，牌上写的马庆县就是果洛州的首府，而各莫镇有阿坝州3大格鲁派寺院之一的各莫寺。这座有着231年历史的寺院是世界上最大的连体佛殿建筑。倪师傅教会我打开座椅气垫，这样长途乘坐更加舒适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这样更容易睡着。打个盹，我们的川藏卡车已经驶上了 G0615 德马高速。10点45分，九至接近。G0615 在这里绕过一个大弯，从向东变为向西，九至县城就在不远处。我们现在当前坐标是青海省的九至县。我们车又到了4小时休息20分钟的环节了。现在4点3度的体感就是，反正下来2分钟没问题啊，超过2分钟，还是有点冷。上去了。熟悉的国民音效，司机师傅刷抖音有点上头啊。
九至出发还是 G0615 德马高速，高速公路由此往北再次开启穿山之旅，依次经过九至4号、3号、2号隧道到门塘乡，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与黄河相遇，门塘黄河大桥。第一次黄河半行结束，德马高速继续向前9至1号隧道。这个隧道是花石峡到九至快速通道的控制性工程，隧道埋深200米，下穿海拔4175米的垭口，那一头我们会再次与黄河相遇。夸张的上坡之后，黄河又出现了。这里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，这个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在青海果洛涉及玛多、马庆、甘德、九至、斑马、达日6个县，在青海玉树涉及衬多、杂多、智多、曲马来、囊谦、玉树6个县，也就是今天和明天2天，川藏卡车一直行驶在自然保护区内。好了，科多，我们与黄河再次分别。剧透，5个小时后，黄河会再次出现。江千匝道下高速。哇！我要追嘛！拐入714县道，沿河前行，路过江千乡去甘德方向。江千意为野马疲乏，传说格萨王曾经在这里人困马乏。说实话，我也困了。开了1个小时，清真乡27国道，其实我们这等于是超近道了。甘德现在时刻15点21分，我们从起床到现在还没好好的吃过一顿饭，你敢信？原因是这一路上找不到门口能够停半挂车的饭店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司机师傅用睡觉代替吃饭，所以我们又记停了。好了，又到了休息时间啊！我现在脚下的这个是老的227国道啊，大家能看到，就是这样的一条路。然后新的国道在旁边，现在应该是达日县还没到。前面达日县我们会再次跨越黄河。翻过山又见黄河，河面上有大量的冰块，而司机师傅说再过一阵，整条河都会冻住。345国道正在跨越黄河，这里是达日果洛草原第一面5星红旗升起的地方，开进市中心觅食。今天是葱爆牛肉，反正不是葱爆牛肉就是葱爆羊肉。好了，吃完早中晚饭，现在我们在果洛自治州的达日县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出发。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赶到石渠，师傅去干票大的了。每日安全学习开始。18点13分，我们发车。倪师傅正在进行每日必修课——安全大学习。达日出发，继续沿着345国道，一旁的黄河向着反方向奔流，路过兰州、郑州、济南、东营，在中华大地上写了一个“济”字，最后注入渤海。没有啊，到结冰的时候全是冰的嘛，这个已经看不到水了，看不到。18点49分，在这个山头再看一眼黄河，345国道折向西南方向开始爬山，直到4719米的马奔垭口，四川欢迎您。翻过垭口，我们的川藏卡车离开青海果洛，重新进入四川省，这里是甘孜州。下山爽啊！当前海拔4468，车速80。20点52分，经过阿日扎，半小时后下到雅龙江边。桥下的雅龙江完全看不见，往下它会一路奔腾，经过甘孜、雅江沿边攀枝花。桥的尽头岔路口，往左回317国道德格甘孜方向，往右继续走345国道石渠玉树方向。提一嘴哦，直到明天下午，我们的车都行驶在345国道上。在这里，雅龙江变身为一个水库，叫太阳湖。在石渠城外到点了，先休息20分钟，再进城。现在是石渠啊，然后我们又到了4小时休息20分钟的环节了，下来上个厕所。这里厕所呢？这荒郊野外的。
继续，我们的车穿城而过，这里就是石渠，这是距离甘孜州首府康定最远的一个县城。听康定的朋友说，以前康定坐班车来这里要2天，1星期开一班。倒别说石渠看上去还挺繁华的，有各种饭店，还有各种酒吧。县城不大，10分钟22点27分我们就出城了。翻过4329米的萨那拉垭口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23点01分，也就是半小时后，这地方也是石渠。咋回事？石渠2号县城？好吧，我们就在石渠2号县城过夜吧。当前时间23点03分。你想不到，现在刚过0点，才睡了1小时。应该是个油有问题。驻车暖气坏了，司机师傅怀疑是海拔太高导致的，所以连夜决定把车开往玉树，那里海拔只有3600。海拔只有3600。在玉树是那个等大。就这样，我们直接开启了第3天的行程。这一天，石渠出发，再次离开四川，再次进入青海玉树自治州，沿着345国道横穿三江源自然保护区，直到澜沧江源头杂多县，接着向南翻越群山，从澜沧江流域切换到怒江流域，最终重回317国道，抵达巴青县。这个地方叫色须镇，有个著名的寺院色须贡巴。石渠县正是得名于色须的音译。这不就垭口吗？有谁知道这个垭口的名字吗？翻过去，我们再次来到了青海，这里是玉树藏族自治州成多县。歇武镇在这里上 G0613 西丽高速。西丽规划西宁到丽江，现在直到玉树。这2天我们肃敏江、玉皇河、雅龙江、澜沧江，现在我们即将跨越长江的上游通天河，依然什么也看不见。下游800米是唐僧晒金台。长江发源于青海省西南部的哥拉丹东雪山，以沱沱河之名流过358公里，在囊吉巴陇改叫通天河，再流过1174公里到现在这个位置。下游1公里处汇巴塘河而改叫金沙江，金沙江流过四川宜宾才叫长江。通天河隧道出隧道不久就是收费站 ，G0613 西丽高速暂时就在这里终结了。凌晨2点多，在距离玉树城区5公里的地方，我们决定安营扎寨。我们已经到了玉树啊，我们是从石渠连夜开到的玉树，下面是玉树的巴塘河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驻车暖气坏掉了，如果这个不修好的话，今晚谁都别想睡觉啊。师傅还在修，我感觉我只能当一个灯光师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似乎驻车暖风是真的坏了，不是海拔问题。倪师傅决定最后赌一把，换掉驻车暖风的柴油，换油半小时，用了不少油箱里的高级柴油。现在外温零下10摄氏度，熄火后车内温度会迅速降到0度，这样睡觉是要出人命的，很无奈。司机师傅当时应该是在汽配城被坑了，驻车暖风彻底凉了。相比睡在车里冻成冰棍，通宵开车至少能活命。继续上路。你见过凌晨3点的玉树吗？最后一点柴油差不多用完了，再不加油就得记。从没在加油站见过这么高的金额。又扑出来了。要喝就得喝到饱。凌晨3点52分，继续赶路。这里是玉树城区。路边黑不溜秋，什么也看不见，那是玉树414地震的遗址。前面亮灯的是玉树巴塘机场。这一路我和司机师傅轮流睡后面那个床，平均睡眠时长1小时。这就到了早上6点59分，车不熄火的状态下，车内气温跌到10度以下。师傅支持不住了，裹了2层被子倒一边，我只能把外套再裹紧一点。我们一起等日出。然后我还是选择下来透透气。车上还没冻够，这样的话，我待会儿回到车上是不是就感觉到会好很多啊？我感觉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，我都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，可能这就是突风历险记。嘿，突风历险记。我是如此相信。8点19分，终于日出了。当前坐标345国道上拉秀乡附近。这一段去垭口的路很平很平，就像318国道安久拉山的那段一样。4300的当国娘垭口，我们从长江流域翻到了澜沧江流域。
山的那头子曲是杂曲的支流。像这嘛，其实日么我不把摄像头遮到。群里的语音是川藏卡车司机最大的乐趣。注意节奏驾驶，哈儿不能吃烟了，哈儿又不能打电话了。卡拉山隧道，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。这刚刚还崩下雪了。出动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猫谷自然体验。你看前面这座山，看形状就不一般，据说也是一座神山。像不像冰淇淋？风险提示：您已高反。翻过查乃拉卡山崖口，顺小河一路往下，路边陡峭的崖壁上出现了一尊尊佛像，还有各种玛尼堆，这就是被称为石佛沟的峡谷。离开石佛沟，澜沧江就在前面。当然，现在它叫杂曲，艺名扎曲。沿345国道速流而上，你就会看到澜沧江第一湾、澜沧江第一隧道，还有杂多人民欢迎您。这个不算了，还得退。杂多县城萨呼腾镇，司机倪师傅把车开上了小道，去找司机群里说的宝藏面馆。这妥妥的车技大比武啊！当然，最后宝藏面馆也没找到，我们过澜沧江路边停车，继续葱爆羊肉。到后厨去洗了个手，洗了个脸。知道我已经3天没洗脸。12点整发车出城，我们看到了天葬台。这条峡谷两边拉着各种经幡，这条国道即将翻越澜沧江怒江分水岭。也许你会惊讶，到底是什么支撑了90%进藏物资的运输重任？答案是性能优异的国产柴油发动机。这里的公路3000海拔起步，4500的垭口比比皆是。跑一次进藏运输任务，80%的时间将在高原度过。如何确保发动机在高海拔极端严寒下运转正常？就本车发动机供应商潍柴动力而言，针对我国特有的高海拔地区，潍柴把高海拔性能研发坚持了19年。这就是潍柴动力3高实验：高原、高寒、高温，始于本世纪初，在一代代研发人员辛勤努力下，迭代出一款款性能优异、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柴油发动机，保障进藏物流畅通，进而走出国门，服务更多国家和地区，视为大国重器。翻过瓦日拉垭口，下山岔开，开上了去巴青的小路。这条路前半段在青海，名为812乡道，先沿着吉曲，再沿着吉曲的支流松曲蜿蜒前行。翻过垭口，后半段在西藏，名为641乡道。山顶有个镇子贡日乡，这里已经是西藏了。贡日乡隶属于西藏自治区纳曲市巴青县。小朋友放学了。我们来到贡日乡时，正好是孩子们放学的时候。贡日乡幼儿园虽然园舍比不上内地，但门口的护栏、减速带、防冲撞设施一件不少。看着墙上可爱的卡通形象，很难想象这是海拔4796米的山顶偏远小镇。这已经是给孩子们创造的最好条件了。对面又驶来了纳森瑞邦的冷藏车。递根烟和伙伴打个招呼，然后各走各的路。下山的路非常不好，往下20多公里基本就是蠕行，根本没机会加速。641乡道巴青一侧遍布炮弹坑，这路也不是不修，一直在修，一直在烂，这就是高原冻土。花了不少钱修了烂，烂了修，就是为了上面那个镇子，毕竟不能让任何一个村子落下。
司机师傅的气垫椅、秒变跳跳椅啊，我觉得我的午饭快要吐出来了。嚯，这效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视频是给善德卡拍的广告呢。这还限速30啊，这限速3吧。就这么颠簸了45分钟，你以为好了？没有，耐心点，还没完呢。烂路还有落石相伴。天色渐暗，山下车灯星星点点，那是一辆辆敢于挑战烂路的越野车。这条路算是比较小众的，但风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20点09分行驶了5个小时，终于回到告别2天的317国道。又过了10分钟，巴青。好了，风尘仆。确认完毕，当前坐标那曲市巴青县那我们晚上就住这里了，因为这车的那个川藏卡车之旅的最后一天。剧透一下啊，我准备去搭师傅的车了。师傅没和你睡呀？第4天，我们从巴青出发，走317国道，经过索县下曲到那曲，然后再改由109国道往拉萨方向挺进。师傅车已经停好了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高原不能跑，跑几步就跑不动了。好了，第4天的旅程即将开始。OK， 上车。6点57分，比约定时间早3分钟发车，去索县那曲方向。20分钟后 ，Welcome to 索县。下山过索曲，索县县城。就这种山上也都有啊。跟司机师傅聊起了虫草。那虫草不稀奇啊，怎么卖那么贵？巴青、索县盛产虫草，一到挖虫草的季节，都是举家出动，甚至这边的学校都给孩子们放虫草假。这台 Tri-M 挂了 Maersk 箱子的货车，司机师傅好像认识。7点44分出城，天亮了，这里是索县峡谷。峡谷里的索曲也算是怒江上游。在这里偶遇第1波牦牛，我想到出发前纳森瑞邦的小哥跟我说，西藏回成都有时候会带下1车的牛头。新鲜的牛头，整车的牛头，整车牛头，很少拿来吃，有时候就是把它弄干净，拿来做牛头肉。牛头肉哦，牦牛头肉，牦牛头肉，这个牛头真的能把后面这个箱子装满？是啊，这要多少头牛？确实，1车牛头倪师傅也运过。往前第2波牦牛，然后是第3波、第4波、第5波。遇到牦牛到底能不能按喇叭？牛受惊踹你一脚。有请第6波牦牛。小车冲了前去，喇叭声音就响。车让牛慢慢开，这牛可碰不得。开车途中就能给自己理个发，我终于理解师傅为什么光头了。全程也就信号比较好的时候能和家人说2句话。往后看，第4天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。317这一路偶尔也能看到磕长头的，这是他们的宿营车。岗拉山垭口海拔4824米。下去就是558国道317国道那个著名的路口，现在牌子没有英文了，以前那块牌子经典，左拐比如，英文是 for example， 比如 for example， 神翻译没毛病。11点54分下去停车。好了，午饭时间了，我们午饭就吃这一家米粉了。是这家，好，跑错了。这可是倪师傅的指定餐馆，鸡汤牛肉米线，鸡汤是真鸡汤，牛肉也是真牛肉，确实好吃。
12点16分下曲发车，还记得所线超过的那台 Marsk 牵引车吗？它是什么时候跑到我们前面去的？上坡死狗，下坡疯狗，这用来形容317国道那些大货车还真的很贴切啊！翻过海拔4900米的江古拉山垭口，八桥拉山，这里已经是那曲市色离区了。那曲进城检查站，我这个大货台阶还是很高的，相当于公交车的1踏、2踏、3踏、4踏啊，那么高。过检查站，再翻越最后一个最不像垭口的垭口，4600米的托古拉山垭口，一路放坡，下面就是那曲城区。大美羌塘，藏北那曲，欢迎您！进城路上破落的老房子正在被新房子替代，公交车也用上了新款的宇通宇光，就是这路真烂啊！哎，是不是他也是从成都过来的？嗯，就你认识他？不认识嘛，认识个一路上都看见的嘛。16点30分，那曲火车站附近，我们要卸货一次。下一站就是本次旅程的终点站拉萨。109国道不愧是货运大动脉，运输物资的半挂车几乎不断。而我们在这个路口右转上 G6 京藏高速，据说以前大货是不让上 G6 的，现在为了物流更加畅通，没限制了。一旁就是青藏铁路，这趟车是拉萨开往北京的直粮2次。哇，我们摆烂都能挑到它。天完全黑下来了，21点09分，旁边又是客车，这是拉萨开往重庆西的直2辆4次，或者是开往成都西的直3辆4次。在京藏高速公路上迎来了第5天，从行政区划来看，现在已经是拉萨了。当前位置，拉萨市当雄县羊巴井镇，距离拉萨还剩最后的70公里。堆龙曲特达桥这段 G6 顺堆龙曲而下，堆龙曲最终在拉萨城西汇入拉萨河，那个地方叫堆龙德庆，也是本趟川藏卡车的终点站。海拔终于跌破4000了，凌晨2点11分，古荣德庆匝道下高速。西藏高速公路是免费的，所以没有收费站，跟内地的快速路一样。2点36分，我们已经到了拉萨市堆龙德庆区，这是堆龙大道。收到文本信息，你即将疲劳驾驶，请合理安排时间，提前停车休息，休息时间请大于20分钟。尴尬，好巧不巧，又到了4小时休20分钟的环节了，在距离冷库300米的地方强制休息20分钟。休息完毕，开完最后的300米，当前坐标拉萨高原冷链物流港。牵引半挂车倒车入位真的是技术活，我就是在模拟卡车游戏里各个视角轮流观察也要搞半天，司机倪师傅3下5除2就 OK 了，真的是老法师啊！好了，本期的川藏卡车特别运转就到这里，下一期视频同样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夹带陌生的感觉，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，拉不回那从前。明明不是下雨天，却凝视双眼。与你有关的泪点，又像回到昨天的错觉，有一些你占据我世界，却不在身边。我试着把抱歉再说一遍，还是说了再见。